谢谢回忆漩涡，哦不，看错了，不好意思，回忆观影券，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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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播到再播20分钟吧，我们点赞到被你认出来了啊，是你吗？回忆漩涡哦，我下意识是就说回忆漩涡了，我还以为不是同一个人呢。原来你换 ID 啦，没想到。这头发好奇怪。我其实我不播这么晚，我也会玩的这么晚的。没播了，这里有伪特效。子英喜欢肌肉腿正常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正常，不能再正常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每个人的喜好，他生下来就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喜欢肌肉腿也没有什么不对呀，只是说每个人喜欢的东西有区别而已。我就挺喜欢肌肉腿的呀。在哪里发展？我初中就在 B 站关注你了，默默支持你3台宅舞的排面，谢谢你。现在的话，我去年刚毕业，然后今年考完试了，然后还没出成绩。哎呦，晚上好！哎呦，老同学，晚上好！羡慕老同学大啤酒，对，是春雷，好耳力。组长萨玛，哎呦，怪不好意思的，这么一叫，感觉让我回到大学了啊！老同学，老辈子在那儿发财，老辈子在那儿发财。谢谢小七永恒的粉丝灯牌，谢谢布丁子的大啤酒。在工地搬钢筋，在哪儿工地啊？我也来，可不可以把我喊到一堆啊？我也想搬钢筋啊！我也想，你们工地还缺不缺人呢？妈呀，太辛苦了！啊，好累哦，好辛苦哦！我来帮你搬，我来搬砖，然后我来帮你搬砖，然后钱你来赚，行不行不？我只想搬砖。上次哪个也在跟我说，我说我要搬砖。最火的歌还是 Loser， 还得是 Loser。对，我挺喜欢 Loser 的，我还比较喜欢 Lemon。搬钢筋是真不差，我公司降薪了季了，是啥意思？你们公司降薪了季了？中级考完那会儿心里也没底，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既然全过了，反正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了，因为我个人感觉我考得很差，因为我对了我的外语答案，我觉得我的外语考得太差了，那门考太差了，我觉得除非我的专业课很高，但是我专业课考完我也没底，所以说现在有点悬。所以说如果我现在做最坏的打算就是没考上，但是我内心又不能想着考不上，好烦啊，就是这种感觉。但是没关系，走一步看一步吧。我觉得现在就是如果说没考上，就说明有更适合我的路走吧。上天不愿意让我走那条路，那就这样吧。努力该努力的我也努力了，尽力了就好了。这不是最后一次。
没关系，我想的是上岸。其实我想了一下，上岸的话，就是人生真的说实在的，就是各种上岸。你说你上了这个岸之后，也不是真正的上岸了，就是人们虽然常说上岸上岸，但其实岸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呢。其实我觉得能过开开心心的过一天就过一天就好了，大不了就做自媒体了，大不了就直接做自媒体了。对呀，做自媒体，反正做自媒体的话就挺轻松的吧，也不太轻松吧，累有的时候也挺累的，但是做自媒体的话也挺好的，对于我来说。虽然不能像那种很大 V 的博主那样子，但是小博主也有小博主的好处。实在不行我就在我家这边找个班上了。实在不行就在我们家这边小学啊，哪个小学找个班上了，当个体育老师。对，退一万步，就是我给自己就是退一万步的那个退路，就是在我们这边当个体育老师。我目前来说，其实我的想法就是因为做互联网这几年，其实做互联网说实在的，能做的话就这么这几年能做。然后，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是没有认真的去搞互联网嘛，然后这段时间的话，倒是给了我很多时间，就是专心的去搞这个互联网。结果我发现，我明明可以专心的搞互联网的时候，我反而拍视频拍的很少。喜欢离家近点发展，还是想去大城市的？我之前想的是想在成都发展，因为成都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朋友嘛，然后我觉得离朋友近啊，或者是离公司近一点点。然后我觉得你是那边其实我们大家的性格都很好的，每个人性格都很好。互联网的金牛是杭州的那个电商是做的很好，我都看过了。你都看过直播了吗？你每位都看了吗？得出结论，其实我认为大家每个人的性格都是很好的女孩子，只是说每个人表现出来的，可能在网上表现出来的感觉不太一样，但是现实中大家都是很好的女孩子。谢谢呆呆。我刚说哪儿了？最开始是想在成都发展的，现在觉得我如果做互联网的话，其实在哪发展都一样，就是在家办公其实最好的。因为我最近就是一直在家待着嘛，然后有活动的时候就跑一下活动。现在工作出来发现能过好自己生活就行。是的，然后在老一辈的亲戚眼中的话，就是那种做 loser 好耳朵，那得不签 MCN。其实我感觉不签 MCN 是最好的。我感觉因为不签有的 MCN 太压榨了，然后他的公司的条款很多，会管着你很多。谢谢小日常的粉丝的牌，谢谢。然后每天其实我现在就觉得过得开心就好了。每天过得开心就好了。然后我现在抖音的话，其实我如果就算不直播的话，抖音拍视频，因为抖音这边想让我签他们的创作者，那个签约创作者，他那个平台，抖音现在平台分成其实蛮高的，我感觉抖音现在做视频给视频博主分成挺高的，我不知道其他博主是不是，反正给我的分成，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还没有签抖音官方的那个。但是没签的时候，它的分成我都觉得已经很好了，不是音浪对半分，
我的直播都是对半分的，直播都是音浪对半分的。我是说，抖音还有额外的广告分成，就是给我有广告分成。就是我不知道他那个广告分成是怎么算的，但是那个广告分成每天都会有分成。然后视频有时候会有激励，视频激励就像很早以前阿 B 的那个视频激励一样。以前阿 B 的视频激励是挺好的，但是现在阿 B 视频激励越来越少了，可能阿 B 没有给创作者那么多分成了吧。但是抖音现在的话，就感觉对创作者就是分成很高。我有一条视频，我莫名其妙的就发了条那个视频，好像是因为关联，对，我没有加公会，好像是因为那个视频的搜索，就是让你们跳那个桃园恋歌。那桃园恋歌的点赞量不是很高，但是它的播放量很高。桃园恋歌的点赞量好像只有6000多还是7000多的点赞，但是它的播放量有40多万还是50万。然后那条视频好像是因为有让你们去搜桃园恋歌搜的那个次数多了，然后平台额外给我那个搜索引擎分成，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还有搜索引擎分成。然后就那条视频莫名其妙的给我转了900，就抖音平台莫名其妙的往我的钱包里面那个视频分成塞了900，哇塞，我整个人都震惊了。对，有流量收益，阿 B 现在是走下坡路了，有一点点，没有阿 B 以前的分成很高。以前我阿 B 的一条分成一个什么我想咳一条100多万的播放，100多万的播放，那个时候分成是阿 B 一条100多万播放分成是3000多还是4000。现在没激励了，对，阿 B 现在没有激励了，有激励很少，几毛的给你分。谢谢 EMM 得粉的牌，谢谢。这个能说吗？应该能说吧。这个那我不能说，大家就当我没说吧。因为他这个分成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呀。我只是说我的情况，我不知道其他人的创作者的情况。这是你的个人隐私，其实还好啦。我的 B 站账号，我经常把我的 B 站账号借给朋友去看视频。我各种账号都，其实我的很多账号我都是直接借给我朋友看的。所以有时候，我那个朋友就很爱发弹幕嘛，然后他可能会忘记用的是我的账号，然后他每次看番他都会发弹幕，然后那个弹幕有时候会被人点赞，有一条弹幕莫名其妙的一直被人点赞，笑死我！我每次登录的时候，我说我什么时候发了这条弹幕，怎么有人赞我？收入多少是你的隐私，没有，我没有说我的收入啊，我只是说的那一条视频的收入，而且那个视频 B 站的视频都是按年来计算的。你给他借大会员吗？对，我不是免费运营，我是给人家借大会员啊。我充了年会啊，然后有的朋友他想借，下次借我不借了，现在我不借了。我的百度网盘也借给人家，更扯的是我百度网盘，因为我百度网盘有会员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要复习东西，然后有一个网课，然后就是需要用百度网盘缓存，会看得快一点嘛，就不会有那个卡顿。然后我朋友他借了我的那个百度网盘之后，因为百度网盘我的百度网盘有自动缓存功能，我朋友他相册里的照片一口气直接缓存到我的相册里面了，我都不好意思打开看。还看番吗？我要看番。最近看是那个，我一直在追，我必追的是《名侦探柯南》，对，《名侦探柯南》是我必追的。然后现在的话，谢谢晚上好阿尔法少校。现在的话看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来着？胆大党，我看了2集，后面没看完。然后我是新蓝党，我是超级无敌新蓝党啊。我是官配党，我是纯爱战士啊。柯南喜欢贝姐，
啊，我怎么没感觉出来柯南喜欢贝姐呢？你是假的，我不信。有劲了，你不会是柯哀党吧？我们就此别过啊！药物少女我看完了，但是我是看的那个，我是最开始在抖音上刷到了药物少女的解说，然后看了几集，我觉得我操好看，然后我去那个，那个什么来着？出了第2季了，我在那个澳门威尼斯商人，我在澳门威尼斯商人看的那个药物少女，足球小将，足球小将我知道，但是我没仔细看那个。我运动番的话，最开始看黑子篮球，黑子篮球，然后看那个强风吹拂，这个大家应该没看过，比较冷门，但是我是真的很爱看。它的 B 站评分是9.9，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强风吹拂运动番，跑步的，看了你热血沸腾，你热血沸腾吧。他的人物塑造真的很好，强风吹拂，然后他看完你就让你有一股想马上出去跑步的那种感觉。福利莲看了，福利莲我看完了，福利莲我是当时在追的，福利莲好看。我最开始其实我看福利莲我是不是很想看的，姐妹就靠他。对，福利莲我不是很想看，因为当时有太多异世界番了。因为蓝色监狱我看了一半，因为我当时看小排球跟蓝色监狱一起看的，然后相比之下我就觉得蓝色监狱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可能它的剧情推进可能要稍微慢一点。对呀，3台的那个福利莲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很看好它，然后看的时候就看完2集之后我操真香，都不看碧蓝之海的嘛。碧蓝之海我看了1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1集之后没有勾起我想继续往下看的那个那个感觉。但是碧蓝之海我看它的评分还挺高的。黑子篮球虽然看着离谱，但是挺爽的。黑子篮球我最意想不到的一个就是站在我方的发球区就能投到对方的篮里面，就在最后就是那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那个比赛结束的前几秒，就是管他37-21，马上就是我们的评分比对方的低，但是管他37-21，最后几秒钟直接站在我方的这个篮板下面，对方的篮板下面这么一甩，我进了。OK， 然后这个当时我看在动漫里面看的时候，我觉得我操好离谱。然后在现实中，我当时看到有一场篮球比赛，我在看到一个切片，有人真的这么投了，好牛啊！太牛了！谁要出第2季了？下半年出第2季，黑子篮球要出第2季了。2号是打高尔夫啊？他作者不懂篮球吗？他那个黑子的那个技巧，我之前还觉得很强啊。还咳嗽。对啊，我也搞不懂为什么碧蓝之海第2季了啊！黑子的完结，福利莲出第2季，我很期待福利莲的第2季，因为我看看碧蓝之海的评分呢。我期待福利莲，我还期待那个，碧蓝之海评分9.9啊！我觉得这个碧蓝之海，我知道为什么了，我看了那个封面，我想起来了。我当时看了碧蓝之海，看了1集，我觉得碧蓝之海这个画风给我一种就是很早以前的那个搞笑番吗？对，我看它是运动搞笑校园声控社团漫画感，喂，可以，搞笑的，可以。那我下播了，我就去看一看。福利莲确实是10年难得遇见的一个好番。龙珠大魔。龙珠，我小时候看，真的吃火锅店外面给小孩放的龙珠，我有时候看了一下。福利莲的那个叙事我真的好喜欢啊，真的搞笑番巨狗啊，说的好有意思啊，我会去看一下。因为我看他评分9.9，阿 B 的9.9评分应该不会差到哪去。死神，死神我没怎么看，那个时候我不是很喜欢他的那个画风啊，但是我由于画风真是错过了好多佳作。JoJo 也是，JoJo我当时是不喜欢他的画风，但是我认真的去看了1季 JoJo 的那个之后，逼着自己看了一下 JoJo 的，我觉得哇塞 JoJo 好看啊。
龙珠大魔怎样？我还没看。国番我只看凡人。凡人是哪个啊？搜一下。银魂，银魂我是真爱看啊。银魂我每次就是我的番荒了的时候，就是找不到番看的时候，我吃饭的时候我就得看银魂。凡人修仙传，看一下，搜一下。哦，古风武侠。哦，这是3D 的。就这个动作出现有疑问了，我觉得这动作很难啊。一人之下我看了一下，看了一点点。然后我看的国漫大家可能都不会看，我看的通灵飞。通灵飞这个大家应该不会看的很少，女孩子看的多。通灵飞。凡人修仙传好看啊？真的吗？你们就推荐这个，你都看过吗？好看的我就存一下，我就记一下，下来看一下。晚上好，苏团团怎么还不休息？我想着播一会儿，聊聊天。甜心哥哥啊，我小时候看甜心哥哥，甜心哥哥好看，我喜欢甜心哥哥，太努力了。你下播了吗？你下播了。不良人，不良人说什么的？生死不良人，死是不良人是不是你们不良人有几个口号啊？我有个朋友也喜欢不良人，莫名其妙的，他跟他朋友一起，就是我有一堆朋友，那一堆朋友说的那个不良人都统一说了一个口号，我不知道什么是不良人的什么，忘记了。他们说的很整齐，几个人一起异口同声的说了那个，后面越来越好看。不良人我没看过，但是男孩子应该比较喜欢吧，好像。空姐的下播了，我也要准备下播。前期搞笑，还有什么番推荐吗？一定要看《边缘之海》。OK， 我接收到你的安利了。海贼王，我的室友超级喜欢看，我的室友每天就在那看海贼王。我流啊路飞。海贼王に俺はなる。火凤燎原也是国漫吗？应该是国漫吧。好像路飞的是那几集来着？这叫什么来着？三国志题材哦。你看国漫好多啊。我想学这首歌。紫衣仙女，我想你了。OK， 我也想你啊。看小说，悟空也是看小说啊。什么？回旋企鹅怪啊！我知道这个回旋企鹅怪。你说这个，我脑子里就有那个封面了。灌篮高手好经典啊 ！Q 版三国也还可以。我以前看了很多经典的老番，那个出包王女有没有人看过？对，物理魔法使，这个是物理魔法使的，物理魔法使马修。我期待魔法使，我期待这个物理魔法使马修的第2季啊！我真的好期待，我期待。还有那个出包王女，应该没人看，应该有人看吧？我的李帆启蒙，约战，约回大作战，狂三是吧？我想起来了。狂三，还有那个四蜜奶，四系奶吗？还是什么？走啊，带你去盗墓笔记。好像很多人爱看盗墓笔记啊。你的 ID 叫无邪圣斗士。这个是我也是小时候火锅店门口瞟到过。出包王女真没人看过吗？
作者被老婆出轨后剧情越来越放飞啊！你们都知道作者的事，我都没了解过作者的事情，我就只看番，你就臭看番的。还是冥王神话呢，我看过了，这么晚还在直播啊！因为我回家回的比较晚，今天。冰棒棒冰棒棒冰棒棒棒，这个声音我是没想到的，什么声音？哦，你是没听过我直播是不是？冥王神话，变形金刚好像看过，第一次刷到你直播啊，那就没听过我说话啊，就没想到过我声音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是个男的。突然，哎，那个我也看了，哎，英雄所见略同啊。银魂开始好看，后面不，我觉得银魂它是那种章节那种类的，就是它有的章节很好看啊。比如说阿姆斯朗回旋喷气加速式阿姆斯朗炮，我觉得真的很经典啊。还有滑雪那一集，快少年 Joe。哦，Jump 哦，你会看 Jump 的贴吧？老二次元啊，你是老二次元？哦不，现在都不能说是老二次元了啊，二次元现在是我都只能说是我是臭看番的，我是臭看番的。看不进去，灵魂它剧场版我会看，我就一看动画片的。对，我也是只看动画片的，我不是二次元，但是我只是看动漫。Z 这个什么漫是哪个番吗？没有老师说的，谢谢啊的粉丝的牌。我以前看人形电脑天使心啊，那个时候很老很冷门，老的都比较经典啊。这么晚开播，我今天回家回的比较晚，不比《博人传》燃啊，任何东西都比《博人传》燃啊。众所周知，《博人传》是不可燃物。哦，我看过《天降之物》，那个时候我最震惊的就是，怎么可以这么大？怎么可以这么大？我当时对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一个很大的伤害，也不伤害吧，就是发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真的有人这么大吗？团子大家族，团子的那个不是那个不叫 C 开头的吗？当过，起末番了，是不是？对于我觉得，在我心目中，那个天降之物属于是里番的那种类型的。对于我来说，有点啊，我感觉有点像了。晚上好，呆呆，怎么还不睡觉？这么多人不睡觉。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聊聊我们看的动漫吧，我最爱聊这个话题了。有好看的番我会去补一下的，但是我小时候基本上该看的不该看的我都看完了，比如说那个什么来着，日在校园，展翅之瞳，哦，我那个我也看完了，我看的时候还没被封，想看第二次的时候发现被封了。全职猎人，哦，全职猎人我知道，我在漫展上看了很多全职猎人的 cos， 核心是治愈番啊，是治愈番吗？刀剑神域好看，刀剑神域好看啊！我靠，刀剑神域，哎，绝了！10年前爱看人渣城啊，看别的老师也是看过的啊，也是看过我们陈哥的事迹啊。刺猬索尼卡啊，索尼卡是不是那个啊？那个我有印象，那个确实老了，有点老番啊。我想看哪个平台能看？你想看展翅红之瞳吗？我涉猎挺广的哦，超级广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只看番。刀剑神域可以看，哎，阿 B 有啊，我可搜一下呢。刀剑神域难道只有第2季没版权吗？他爹才是猛人，陈哥他爹是什么？哦。这里 B 站阿 B 只有刀剑神域的爱丽丝篇，那些刀剑神域所有我都看完了。竞技篇，哎，如果要看他的之前那个版本，应该要找其他，你去那个澳门威尼斯商人看一下。澳门威尼斯商人有没有能懂澳门威尼斯商人的梗啊？
刀剑神域》，刀剑神域好看，我觉得刀剑神域好看啊。它的第一季是最封神的，第二季没有，第二季我觉得没有第一季好看。然后到后面那个异世界番啊，那个爱丽丝篇的时候，我觉得也还行。先看小说后追番，我唯一看了小说的，就是那个刚刚说的那个叫什么《强风吹拂》。然后我知道之前那个轻小说《俺妹》，我的妹妹不可能这么可爱，我的妹妹不可能这么可爱。她的那个轻小说是挺多的。谢谢风印江的点赞。爱丽丝篇都放没做好，对其实我看动漫的时候，我觉得爱丽丝篇其实是做的挺好的，我感觉它的剧情好。那个什么吉欧来着？什么吉欧来着？我逛一下看一下啊，叫什么？叫什么来着？我必须想起他的名字。叫什么欧？立法师奶，爱丽丝篇没有那个欧是不是？吉欧忘记了叫什么名字。他们两个好兄弟啊，得给我看的磕 CP 了。节奏不好影响整体观感。高达没喜欢的吗？高达我的印象中高达就是拼的。我不知道他还有那个动漫啊。然后我小时候很爱看《进击的巨人》，但是《进击的巨人》因为我是很小的时候看的，然后看的时候我觉得很恐怖啊。他第一集他妈被抓起来，领奖反了。哦，没有吧？哦，啊真反了！谢谢你的提醒啊，我今天出门待了一天，没事儿，没事啊，没事。现在才发现，谢谢你。进击的巨人那个第一集给我吓的。说到进击的巨人，现在就放一首进击巨人的曲子啊。很喜欢红莲的攻守啊。对，我们那段是我之前看番的，就是每一部番，哪怕它评分很低，但是都是好看的。Eva 也好看，Eva 我是觉得是好看。现在的话，现在确实是全是异世界厕纸，所以说我当时看芙莉莲的时候，我是不是很看好芙莉莲的？然后结果芙莉莲是真的做得很好，一个异世界番里面的一种新兴的东西。阿磊就是哎，这个番，哎，我好像知道这个是不是戴着眼罩的女主啊？我不知道是不是会不会记错了，我搜一下。哦不，你说的是，哦你说的不是这个，那个不是泽野弘之，不是，你说的泽野弘之的核爆神曲啊？哎，我这是说核爆神曲啊，看得肾痛。我是前年去年看完个巨人的结局，我也是也是觉得确实有点胃痛啊。就是三笠把艾伦的头砍下来哦，纯爱啊，这就是纯爱啊！哇塞，我操，我就遇到了吧，0.02公里的，我靠，这太近了。什么哪个番啊？核爆神曲好听的。一拳超人好看。有那个让三笠守寡一辈子啊！一拳超人好看啊！我以前有一个朋友，他出漫展就是 cos 一拳超人，把那个头发剃光，他真的 cos 很像。没想到啊！哎，你们听过核爆神曲和周杰伦的那首曲子吗？没听过吧？给你们听一下，核爆神曲和周杰伦的曲子合在一起的那个。周杰伦，青花瓷还不是啊？对，他的那个霍元甲，想看的扣6，什么意思啊？对，剪辑这个，我觉得当时我挺喜欢这首歌的，听一下吧。核爆神曲和周杰伦的霍元甲，体育老师是西安取经的，我变秃了也变强了。纯麦椒，现在大部分就是高达，我对高达的印象就是拼高达。我们来听一下核爆神曲。二次元最终幻想啊，我知道这个，但是我没有玩过。
但是我知道这个，略了解了一点点。我挺喜欢这首歌的，哇！这个周杰伦现唱核爆神曲已经是2015年的视频了吗？已经是10年前的视频了，这个不是，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受不了了。我记得我当时很喜欢这个，结果已经是15年的视频了。对啊，这首歌居然已经10年了，哦，老了，真老了。我跳宅舞也是今年第10年了，我靠，我真老了。碧蓝幻想，碧蓝幻想，哎，感觉看到过，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游戏的印象。雷欧奥特曼，我看那个只有神之哦。神之的时间我知道，因为当时我看那个神之的时间，是因为我觉得他长得很像小樱，他那个动画啊，长得很像百变小樱。晚上好，袁老师，四驱车没看过，还不错。我刚才你说什么来着？哦，我看游戏实况最早是看生化危机，生化危机全部我看完了。虽然我不玩生化危机，但是我就爱看别人玩，因为我自己不敢玩。小樱后面感觉有刀，因为小樱，我因为当时看了小樱之后，然后看了那个《一代年纪》，鬼泣我没有看过，《一代年纪》我是真看不下去。临睡觉前话再瞄一眼，早点休息，袁老师。生化危机害怕啊，因为我就是我自己不敢玩，所以我就看别人玩啊。我看那个渗透之 C 君，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博主啊？一代年纪看完了，这么刀你看完了？爱看糖的就看一代年纪哦，早点休息哦。游戏人生，鱼好多的鱼，婚纱鱼。他们都说他当时说了要出第2季吗？我对游戏人生的印象就只有看寂静岭的那个电影我看了，但是游戏我不知道。游戏我没玩过，我看了寂静岭的电影。哎，我为什么要去电影院看寂静岭？是不是寂静岭啊？我都忘记了。就是那个电影讲的就是你不能说话，然后一说话声音太大了就会有怪物找到你。我对游戏人生的印象就只有那个鱼，好多的鱼，好大的鱼，虎纹鲨鱼了。哦，那是精灵之地啊。哦，对不起啊，你记串了。一直不出很烦。游戏人生我当时没怎么看完，动画做的牛逼，小说剧本后面剧本不怎么样。哦，哇，老邱叔叔很懂哎，感觉你会看很多轻小说哎，我都没有去关注很多轻小说，大部分的我都是看完动画就没有去了解后续了，除非我特别喜欢的。忘。看我以前还有什么喜欢看的来着？这么厚，你很冷吗？我就是因为冷才穿这么厚的。画江湖之领主好像是一个3D 的动画，好像我好像看到过封面，但是我没点进去看过。悟空传，春雾，可惜3级有点拉，8学党一生圆满。哎，春雾是哪个来着？比心兔兔跳舞吗？是的，我们比心兔兔可以点舞。袁老师，你想看什么舞吗？领主别不良人好看，没不良人。嘿嘿嘿，袁老师有什么想看的舞吗？只要我会跳的可以给你跳。日和搞笑日和漫画日和是吧？哦，我的青春恋爱物语果然有问题。我看了一点点那个，哦，我看完了的那个，哦对，我看完了的那个，想起来了。但是我感觉我对那个番不是特别感冒，但是我还是看完了。奥特曼不看新生代，艾迪剩下全推荐。哎，我最喜欢看泰罗、迪迦，我印象最多是泰罗和迪迦奥特曼。
了解的最多的。星座啥啥给哟，我的战争一起当先啊！这个我不会跳啊，林老师先不要点啊，我不会跳那个，我会听那个歌，但是我不会跳那个歌。夏日重现啊，夏日重现好看啊，夏日重现是真好看。夏日重现，我看夏日重现有一种那种感觉，有一种那个异世界，那个什么来着？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的那种感觉，但是又完全不一样。竟然是不会嘛？对对对，这个是真不会。晚上好，小风哦。夏日重现，我觉得中间的剧情挺好的。谢谢我们小风的粉丝的牌，谢谢啊，风姐啊，谢谢啊。还没有补，可以去看看夏日重现，还不错，个人感觉还不错，可以再想一下。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啦啦啦啦啦，哩啦啦啦哩哩哩啦！我开始第一次听巨人的这首歌的时候，我说唱什么玩意儿？然后听了两遍是啦啦啦啦啦啦哩啦啦啦哩哩啦。夏日重现感觉很，夏日重现的感觉啊，就是反派比主角的有脑子，没有怎么能行呢？那袁老师可以想一下有没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就反派，感觉反派比较有脑子啊。反派更有脑子啊！反派的脑子比主角团脑子更高级点啊！等复活点，是的，石老师直播间真不错，好久没聊终结动漫了，我也是好久没聊到了。啊，这是还得动漫还是得老二次元聊，说是呢，也不是老二次元聊吧，就是我现在跟现在小孩子，也不是现在小孩子吧，现在的妹妹聊番，他们就是他们可能会看现在的番，但是他们不会看以前老番。推荐一下尸鬼。哎，那个有个那个很恐怖的那个，那什么来着？是不是尸鬼啊？那个什么来着？就是主角团，就是通过在学校里面玩那个撕纸条，撕了之后他们就穿越到学校里面的另外一个空间了。那个什么来着？然后里面很恐怖啊，在那个厕所里面都看到那个对，尸体排队。哎呀，有人懂我真好，有人懂我的感觉真好，我操！对，尸体排队，尸体排队好像是个游戏是吧？然后他后面出番，是先出番还是先出游戏？我不知道。哦，但是尸体排队，这是真阴影啊！是真的给我留下阴影了。那段时间不敢上厕所，都不敢上那种，就是公共厕所啊。这个看给我2天没缓过来。对啊，还有一个蝉鸣哭泣之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因为他那个蝉鸣哭泣是好像是他每一集还是每一段不一样啊。那这个 ID 我感觉很熟这个我好像很熟，我感觉看过这个封面还是剧情，让我搜一下。对，动漫搜一下。哦，对，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戴耳罩的女孩子。对，我看了一集好像。恐怖游戏我全部免疫，蝉鸣哭泣之时，对，海猫鸣泣之时和蝉鸣哭泣之时不一样吗？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同一部动漫，这个有点顶不住，聊到这个有点害怕了，说实在的。漫画看完了，这么晚，对啊，他们不是同一个动漫，我一直以为他们是同一个动漫，我就看了蝉鸣哭泣之时，我就没有点那个海猫哭泣，我看看海猫呢，海猫鸣泣之时。哦，这个我没看过，这个确实没看过。蝉鸣哭泣之时看过，我的蝉鸣哭泣之时太恐怖了。未来日记好看，未来日记我也是最开始看的时候它没有被封，然后想回顾一下的时候，封了，到处找不到。乱步奇谭，乱步奇谭也好看，乱步奇谭的那个主题曲我很喜欢，我没去世界线，那个今宵の蝶ねは那个。那个满月はキラキラ，唱这首歌的人好像去年去世了，很难受啊！碳酸少女啊，放些动漫的曲子吧，今天刚好聊到了，随便放些动漫曲子。
肚子疼啊？怎么了？你吃什么东西的吗？皮皮？我也看了那个，是的，他唱歌我挺喜欢他的歌的。有什么宝贝别管了。吃猛了，好像被生大了，慢点吃啊，慢点吃。哎，对，刚刚那是我是大哥大的 BGM。大哥大，我觉得我可以看很久哎，就是我偶尔拿出来翻看一下，就还是觉得很好看。大哥大给我感觉就是那种爱情公寓的感觉，爱情公寓我能随时刷到，我能随时停下来看2眼的感觉。谢谢三通老师的粉丝的牌，进化的同桌。哎，说到同桌有一个光叔，大哥大真的蛮好看。说到同桌，我以前看那个邻桌的怪同学，还有一个也是这样同桌的，一个泡面番，就是他的也是我记得是花泽香菜配音的，然后他的旁边的那个同学每次上课的时候不说话的。某某同学，你说一下哪个番？我刚刚说花泽香菜那个番，他就是那个泡面番，然后他的同桌每次就是搞各种各样的，就是在上课的时候搭一个什么特别大的台子啊什么之类的。很有意思的泡面番，恶魔阿塞小家伙好看，有点搞笑那个番我看了啦。恶魔那个还有个打工吧魔王大人，云中怪盗学没有第2季，对，怪可惜的。然后我看了云中怪盗学的真人版也看了，对，我看过恶魔阿塞谢的召唤，因为我是最开始看别人讲解的，然后说那个番很搞笑，然后我当时会去邮报亭买，因为当时还流行邮报亭出那种漫画书，一个动漫水晶，一个刊例，是那个动漫水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买过？他那个本子啊，几块钱啊？5块钱还是6块钱？忘记了。每个月还是每周出一本动漫水晶，然后我就去买来在学校看，然后里面就会推荐几月什么时候会有新番，什么时候番好看。毕竟是同步率那高达 AVA 是吧？99%的驾驶员，我们去看 AVA， 你这个同步率，你去看 AVA， 那是漫游哦，应该是每个时期有的那种动漫的推荐的一种那种期刊吧，但是现在就不怎么看期刊了，因为都没有人看书上的那东西了。哦，袁老师看 AVA 呀，直播看不到腿，我们直播聊聊天呢，不看腿的。AVA 我是前年才补完的，这个事业就是成真啊，这个事业变成成真补完计划。我觉得 AVA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那个意识流，就是我当时那段时间看完 AVA 之后，我中午前做梦的时候就感觉是在飘意识流的感觉。他动画其实我觉得做的挺好的，他给明日香的刻画，我感觉就是很耐人寻味啊。香党还是，其实，我更偏向于香啊，因为我比较喜欢明日香啊。检查一下成分，我个人比较喜欢香，他的性格我比较喜欢安达巴嘎这种感觉啊，我觉得很喜欢啊。然后凌波丽的话，我就感觉他的性格就淡淡的。那片彩虹国产海贼，袁老师是哪个档啊？国产海贼是哪个？那片彩虹海还想去吗？是个番吗？漫画是明日香结局啊？动画是那个新出来的那个角色，戴眼镜那个。动画是那个新出来的真希波，想起来啊，我当时那个动漫为什么是真希波啊？为什么是真希波？5分钟，我其实是主勋的，我比较是主勋的。他们两个，我感觉他们两个不是友谊的感觉，他们俩是爱啊，我觉得他们是爱啊，就他们两个一起弹钢琴的那个画面。真的很好啊，李波丽确实，对，主勋是男生，对。ね、思い出のかけらに名前をつけて保存
哈剧场版，我看那个主勋那个头爆掉，变成橙汁了。尊重性别的选择，我其实很喜欢他们两个。我就是因为看了《青衣少女》才买的吉他，哈，结果买完吉他回来发现平泽唯弹的是电吉他，我买的是民谣吉他。买完才发现，买错吉他了。Eva 到底讲了啥事儿？橙汁补完计划，橙汁补完计划，我感觉，音乐番的话，最近啊，那个热辣摇滚什么摇滚，那个我看了点，我音乐番就只看轻音，然后以前有一个很老的歌什么少女，歌剧少女吗？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忘记了，那是什么来着？那个少女，我觉得那个画风很可爱啊。叫什么歌什么少女来着？歌剧少女吗？上第一号，确实吧，上第一号我看了一点点，小时候把我吓坏了。哎，完了，旧剧场版、新剧场版我都看，他都看过。快来东郊拍照，你现在东郊拍照啊？这么晚？不过成都确实这么晚拍照的很多，谢谢10月的粉丝牌，谢谢。我为歌狂，孤独摇滚，孤独摇滚就感觉它很可爱，但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看。看到很多人出 cos， 还有一个音乐番，我就看偶像番了，后面就看偶像番了。Love Live 大家知道了啊 ，Love Live， 后面就看那个，我最开始看的音乐那个番是 AKB0048，四话我看完了，看我眼泪哗哗的流啊，眼泪流不下，控制不住的流啊，我靠，四话我是真的，后面看了他那个给他写的信，我越看一次哭一次。博奇酱肯定很可爱，谢谢11的妮妮小脸，谢谢阿姨，谢谢你的心。我为歌狂，我为歌狂是不是很老的番了？我记得歌语少女嘛，不是歌语少女，这什么？我搜一下看能不能搜到。那个主角是一个粉色的头发，然后他有一个圈圈，头发是扎两个圈圈，他是侦探番吗？歌剧少女不是歌剧少女，不是歌剧少女。我叫什么来着？我操，忘记了，完蛋了。歌什么少女？搜一下吧。是水泡系没看过，珍稀波挺迷的。我觉得珍稀波是真迷啊，莫名其妙他们就有莫名其妙的有什么感情线啊。好吧，没找到，对不起大家，真是找不到。我现在是看 AKB0048，你的程度我认可。我这包认可了，很多老番都看啊。宇哥晚上好，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我看看我的追番列表啊，但是 RB 的很多，说实话很多经典老番都下架了啊，都下架了。以前喜欢的都下架了，现在留在这儿能播放出来的能有多少？看清，我喜欢秋山，你选秋山，我喜欢平泽唯，我选阿兹萨。展翅之瞳啊，刚才已经说过了，看过。展翅之瞳我很喜欢那个粉毛啊，拿那个枪的那个啊，是拿枪啊，那个粉毛双马尾粉毛，我感觉他很傲娇啊，蛮喜欢的。他的感觉有一种明日香的感觉，也不是明日香的感觉吧，反正就是傲娇啊，蛮喜欢的傲娇。我以前看野良神，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野良神就蛮搞笑的。你喜欢女王啊？你喜欢女王类型的，诊断出来，我为歌狂好像很老了，对野良神，很久以前的了。K 我知道 ，K 我觉得很帅啊 ，K 的那个头发我觉得很帅啊，但是我 K 的剧情我记不太清楚了，因为很小看。还有弹丸轮破啊，我很爱看弹丸轮破。春雨那个大妖刀失手，我觉得展翅之瞳，其实我觉得展翅之瞳的做的很好啊。就有他家不能拍啊。恶魔阿萨希尔在召唤，刚才那个李老师刚刚也说了，
恶魔阿塞希尔在召唤，很搞笑的一个番。大丸轮破有人看？晚上好，美术老师，我们在聊天，我聊着聊着就不想下播了，想跟大家聊聊动漫的事情。谢谢美惠老师的粉丝的牌，谢谢。放的什么歌去了？再换一首歌吧。卓野的夏娜，我靠，搞笑，推荐一下《碧蓝之海》。哎，刚才也有人推荐《碧蓝之海》啊，我会去补一下《碧蓝之海》啊，我都在推荐啊，9.9分评分，我必须看一下啊，答应我，《碧蓝之海》恶魔阿塞希尔在召唤，我小时候看过了，以前很早以前看过了。惊爆危机第2季吗？惊爆危机，我知道一个什么草莓，好像是惊爆草莓，什么草莓，不知道是说的是不是一个。惊爆危机我倒是不知道，什么惊爆草莓我都知道。评分多少？那个碧蓝之海评分9.9，在阿 B 评分是9.9。放一个很痛的歌啊！哎，不是这个。根据你看的番，什么？碧蓝真正好好看，我都在推荐啊。校园末世录，两部番都推荐你，哪2部番我听一下，万一我看过呢？主播打的游戏。我都是自己打，我打的菜。小点 OK， 知道你会喜欢的。来自深渊，哎，来自深渊，我以前看过一个番叫神圣十月来自深渊的戒律，但是应该不是同一个番。来自深渊，我看一下，搜一下。来自深渊，深沉灵魂的黎明是吧？日本，我看一下。军火女王不好看吧？你看剧上面知道。我看一下啊，我看一下介绍。冒险架空奇幻，奥斯城镇奥斯。哦，我喜欢看我的英雄学院，我靠，我当时还画绿谷出久了。我先收藏一下这个番啊，我先追一下这个来自深渊。谢谢我们袁老师啊。只有我不在街道，我再搜一下。只有我，好，我记得这个有点难受啊，这个啊，我看到这个封面我就知道了。我不看这个，袁老师为什么不看？因为我知道它是催泪的。我现在不敢看催泪的，我看了会很难受，我怕我难受啊。看哭了可以别怪我，我就是觉得很难受啊，看到丝黄我就很难。哎，还有一个很难受的就是团子大家族的那个。还有哦，我以前很爱看炮姐啊，你们看炮姐吗？最开始是魔法禁书目录啊，然后后面2个都是这种啊，我不敢看太那个了，难受了，我难受，我不敢看难受的，我最爱看炮姐了。后面出了那个炮姐的那个有个什么来着？他不是出了很多番外，单独的番，那个什么来着？看看，忘记了。国内引进的不是没有完结了，它该完结了，必须完结了。我现在看《东京猫猫》啊，你指尖跳动我电光，是我此生不变的信仰。我在看诡秘之刃，炮姐啊这边出现的，不，前几年出了一个那个番的，那个叫我忘记一下子忘记了。我以前看水果篮子呢，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水果篮子。哎呀，那个番
不是魔法禁书目录，魔法禁书目录是最早的嘛。然后前几年出了那个大爷那个白毛东京猫猫，你居然看过？哇塞，我东京猫猫新的我也看了，但是旧的还是旧的好看。水果也看不太下去啊。可能因为水果篮子它确实最强的超能力者叫什么？我觉得在我心目中，你知道炮姐吗？最强超能力者是那个有一个那个最终的那个 boss， 其实我比较喜欢那个一方通行，对，就是前几年单独出了那个某科学的一方通行啊，对，想起来了，哎呀想起来了，大爷啊！那水果篮子我是挺喜欢的，但是很多人不喜欢，可能是因为水果篮子的叙事有点太慢了，它的节奏太慢了。海贼王火烧梅利号第一次看还是很崩。海贼王我确实看的比较少。对某科学的一方通行，它的前期上脚刀麻的把妹这首不算在内，那是 bug 我觉得我当时看魔法禁书目录的时候，我就是不是很喜欢上脚刀麻啊。对不起啊，虽然是男主啊，但是我有点不是喜欢，我更喜欢，挺喜欢一方通行的。那么晚，对，不，今天回家不得晚。我很推荐大家看《强风吹拂》啊，这个是运动番。我快点到《刀剑神域》去了，不好意思，点进《刀剑神域》了。把妹之手罢了，那把妹那个肯定是我陈哥把妹把得好啊。把妹里面没有人能超越我陈哥。谢谢封印江的黄桃罐头，谢谢。石峰那个，他黄毛是吧？我记得是个黄毛。我挺喜欢黑子的，骷髅狗。我操，这个袁老师也是看陈哥啊。陈哥之前漫展啊，每次去漫展的时候，现在都还会有陈哥的那个灰色的头像摆在那个漫展那个位置上面，真的很有意思啊。对，某科学的一方通行想起来了，以前很爱看。我觉得还有一个小时候觉得很恐怖的番，这就去看我说把妹学一下吧，我们陈哥以前看有个恐怖的，当时我觉得恐怖，地狱少女啊，一切都是世界的错，已经是时代对，你像陈哥嘎的早，对，是这个。你们看那个吗？我未闻花名好看。FF 团，对啊，我以前去漫展的时候全是 FF 团啊。对，就是研磨爱。一该新的秘鲁，就是那个，说话真有那味儿啊！一该新的秘鲁，冰湖有看过吗？冰湖我没有看过哎，我只看过龙与湖，但是没有看过冰湖。你想被砍头吗？教陈哥教你如何脚踏几条船啊！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看陈哥的时候，那个船被封了。潮与湖看过吗？潮与湖我也没看过。我哭的最多的番，这个歌我听的都很难受，就是很催泪。那个时候的番虽然就是画风没有现在的好哈，但是很经典，而且每个番的剧情是真的很好看。潮与湖也好看啊，你们看过潮与湖？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确实是现象级的，现在就是福利点。异世界生活确实，我觉得是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开始啊，就有这个读档功能了啊，感觉夏日重现多多少少沾点读档啊。最近几年啊，追的番就很少了。最近追番大家会看齐木楠雄的灾难吗？泡面番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番啊，齐木楠雄的灾难。雷姆啊，那个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刀剑神域》啊，亚丝娜、天使心跳、花开我看过花开一缕波，那个女主那个头发我当时很喜欢，短发卷毛啊，我觉得好喜欢啊。鬼灭无限城，
我也等着看鬼灭啊，怎么早点出来啊？那个女主我其实挺喜欢的。我先看《贵道圣少女》啊。哎，要领出第3部了吗？刷什么礼物可以把你家地址给我？那是没办法的，不好意思啊，太恐怖了啊。哦，我最近很爱看转生成为史莱姆这档事儿，虽然也是一个转生异世界番哈，但是史莱姆我看着很爽啊，升级升得很快啊，我看得很爽啊。1-2集就后面，对，现在你看1-2集就知道了。什么时候可以和老师一起看动漫啊？有时候我们找个时间啊。B 站好像是可以一起看啊。咒术回战也爱看啊。啾啾的奇幻冒险。史莱姆有人看吗？没有人看史莱姆有点早了，最近几年了。小女神花铃啊，你们不会看这个？热恋出上季了吗？别看咒术了，我生气。不是咒术回战，我了解了他的漫画，就是偶尔看了一下漫画的切片那些，我觉得有点神了。那个五条悟也是我最喜欢的角色没了，我就不剧透了，对不起。你可知道小丸子我也喜欢，我也喜欢。2.5条悟搞出来确实得破防了。哎，那个时候有点像那个东京参种的时候啊，看那个漫画，那个金不都成人棍了。啊，这能说吗？这个能在直播间说吗？今早这么晚，唠嗑啊，跟大家唠嗑。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说，老师的剧情太离谱了。这是我没看话，劝动画也7分，我已经看完了，问题就是我动漫看完了都。东京暗鸦，哎，东京暗鸦，我感觉我听到过了，搜一下啊，东京暗鸦，对面佐佐木了，对，东京暗鸦，我没看过，不好意思，好像感觉我看过这个呢，画的中二病，我都没注意到我的歌单跳了，我在中二病要谈恋爱的歌。这中二病很火啊！ハゼアリアル、8系のシノプス、バミシネド、ディスワールド，很不错，画出这个无头骑士异闻录啊，我知道那个，我朋友当时我朋友很推荐，说你一定要去看无头骑士异闻录，你们这条挂的不明不白的，我是不是很明白现在漫画为什么这么写？可能是有这么写会有流量吗？不应该啊，是不是流传千古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剑山创啊，这个编剧是不是编剧啊？剑山创的那个番啊，只要是剑山创参与的东西啊，离不开断手啊。那个就是从那个女主身体里面拔出来的那个剑山创，哎，那叫什么番啊？别看我催的孩子，我看了我催的孩子，对不起，我看了啊。从女主身体里面拔出来那个女主粉色头发，根本看漫画，我好想知道那个男主死了啊！对不起，我已经知道啊，罪恶王冠啊，对，罪恶王冠，我看完了，男主死，我对不起啊，看完了，罪恶王冠啊，剑山创，罪恶王冠的那个编剧也是剑山创啊，男主最后断手啊，剑山创真的很离不开断手啊。我有一次看了一个番，那个番就断手了，我都不用看编剧是谁，我说这个肯定是剑山创，然后一打开，果然剑山创，哎，没想到啊，剑山创老师有自己的独特的风格，怀中抱妹杀，徒手拆高达，这个王冠的歌挺好听的，我觉得，这个王冠的歌是挺好听的。哎，这首歌是哪个番呢？我很喜欢这个番，忘记叫什么名字了。不是《白夜神曲》，你们听过这首歌吗？我以前很喜欢这首歌，
但是我忘记是哪个番的了，我操！对，物语系列，哎，好像是物语系列的。物语系列其实我刚开始是看不懂的，它的分镜让我有点不明所以啊。这首歌你们听过吗？应该也比较熟吧。我以前很喜欢这首歌。我看一下评论。新防风，对对对，哦对对对，阿拉垃圾君，对对对对对，物语系列的，这个是物语系列的歌，想起来了，对，物语系列的歌，花物语，花物语，花物语，对，花物语，花物语，花物语。后面我看那个伪物语啊，那些各种物语啊，说实话，我那个物语系列我没有看完，它的画风我当时不是很 get 到，不是画风 get 不到，它的分镜我 get 不到，它的那个分镜啊，让我有点军火女王，哇 ，OP 特别燃，少年雇佣兵，军火女王，那感觉有刷到过这个 ID 了，那我就想起来了，这我想起来了，一说话物语，我就一切都想起来了，绯色的欠片了，冰果，问题啊，问题少年，怪话猫，怪话猫我看过。一点点没看完，因为它也是画风也是偏不是很对我口的。我以前早期看动漫很爱很偏向那个画风，画风好看我就会继续看，画风不好看剧情再好我也不是很会喜欢看。果然，我理解。最开始我看啾啾是看不进去了，后面啾啾的剧情确实很好，但是我后面还是看不进去。那怎么办？旋转吧，雪月花。我们是那个，应该睡觉了。2点钟了，好快啊！聊天就聊得很快啊。放个4皇10纪元我没看过，这个我只是没看过，这个我确实没看过。翻人脸当书看的那个叫啥？翻人脸当书看的，我怎么没印象？完蛋了，应该是很老的一个番了。对，是啾啾吗？啾啾我没有看完。说的是啾啾吗？岸边，我好恨那个作者。岸边半路的替身，哎，这个我没看过。天堂之门，哇塞，你们懂得好多啊，好厉害啊，你们好厉害。灰与幻想的格林姆加尔，哎，没看过。路人少女我知道那个，圣人会，好多漫展就很爱出这个。明月钻石，哇塞，你们就那么多部都看完了吗？超时空要塞哦，蓝色监狱哦，梅老师在看蓝色监狱啊。追相近我不知道，蓝色监狱我看。叽哩叽哩爱，我完全是因为叽哩叽哩爱这首歌去看那个，还没睡。对，聊动漫聊嗨了，不想跟大家不想挂。哦，我还先看铁甲城的卡巴内瑞，我很喜欢他的歌啊，他的画风，那个女主扯丝带的那个画面，把我带入坑了。香格里拉边境的游戏，嫂子开门，铁甲城哦，甲铁城，说错了，刚才是铁甲城了是吧？哦，对不起啊，卡巴内瑞。3月的狮子啊，我知道3月的狮子，对，扯领带的那个画质，我觉得画风好好啊。
什么，很久以前的番啊。女主角不是无名，对，无名。其实阿碧之前引进的那个五指转身啊，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我个人感觉还可以，但是就是因为有人他们在说五指转身的那个剧情好像是什么来着那个 Lex 就是阿碧的一个 UP 主就是锐评了一下五指转身啊，说完之后好像莫名其妙五指转身就被下架了。但是其实我感觉五指转身，我莫名其妙，其实我还是蛮 get 得到它的动画的，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对五指我感觉很好啊，但是我怕被喷啊，每个人喜欢的可能不一样。在我这边，我觉得五指还可以啊，后面它下架了，我就没看了。对价值观不是很符合核心价值观啊。啊，他8.0结了啊！你们知道吗？愤怒熊宝宝，你看五指吗？导致正版番。说实在的，我觉得以前很多我小时候看的番，因为现在都被封了很多了嘛。其实那些东西，其实我觉得有的，其实反而被封的其实是挺好看的。蜂蜜四叶草，我知道女主角是个黄色头发，好像是。五指后面后面我没看五指了，因为他被封了，我就没看了。蜂蜜四叶草好像挺治愈的，忘记有大概都忘记完了，就我只记得我对印象很深刻的一些东西。谢谢小七，我可能还不睡觉啊。我是老坏人了啊！对，我就是爱看那种啊。看那种被封的好看啊！回复数是，以前还有好多，就是被禁掉的番，我试图回想起来，但是只有看了才行啊。青春期不会遇见兔女郎，那个我 get 不到。这个学姐啊，我的失踪了！哇塞，老就是说你的含金量好高啊！对，猪头少年不会梦见兔女郎学姐啊。那个我其实有的没 get 到啊。以前说到猪头少年，我想到以前有一个番，他那个男主进游戏里面就是个猪头，有人记得吗？就是也是一个，不是异世界番，是个游戏番啊，不是游戏番，就是那个他们穿越进那个游戏里面，那个男主的角色是个猪头，然后他平时现实中就很胖，是不是来着？忘记了。对，加速世界，哇，我就是觉得当时我是真的看不进去了，我服了，女主那么好看，男主怎么这样子啊？但是加速世界，对，加速世界，哇塞，有你们真好啊！我看不下去男主这个样子，我真是忍不了，我忍不了。那个猪头真忍不了，就每天看一个猪跟一个美女谈恋爱，我受不了。怎么能这样？你要是人在弹幕再帅一点啊！比如说《俺物语》，《俺物语》其实我还是能接受的。天哪，想不到我这么合拍吗？我一个会飞的。《俺物语》其实我还能接受，《俺物语》恋爱番大家可能看得少，《俺物语》至少男主人挺正直的，我看着对同一世界观，但是我觉得《刀剑神域》是好看的。加速世界我当时对，加速世界和《刀剑神域》我是头一期看的。后面我就因为我当时是先看的《刀剑神域》，然后再看的《加速世界》，然后就觉得《加速世界》好烂啊，没有《刀剑》好看。对不起哦，我有点一捧一踩了，但是对不起，我当时同期就是这么想法。月刊少女我也爱看，我很爱看月刊少女的那个月刊少女那个 OP 我挺喜欢的。月刊少女那个 OP 我还想翻跳那个歌，那首歌那个舞，它有舞的，但是有点难啊。月刊少女野崎君。
世界观差不多吗？俺为黄毛是真爱啊！哦，确实，我的军师啊！我喜欢这首歌，这个《夜看少女》它的 ED。OP 我也喜欢。腰尾有一首啊，对对对 ，OP 那个腰尾的 OP15 Masayumi Tracy。我也跳了这个舞的，你阳啦？我没有阳，就是感冒。啊，都10年了吗？我的妈呀！我还觉得乐队少女很新呢。我的妈妈呀！完了。哦，好吧，天呐，马老爷嘞！怎么能过这么快的？看看有什么？抽查，你说，我看看，万一我知道呢？好像是很痛的歌。就算是神为杀给你，哎，好燃啊！这个台词，夏洛特我也看了，夏洛特他那个，哎，就算是神为杀给你看，是个男的说的。就算是神为杀给你看。卡米なんでも殺され，哎，一个很燃啊！哎，哪个番？球姐，我靠，球姐，感觉看到过，我感觉是男主说的吧？是男主说的吗？求解一下。下的结局确实泪目了，我靠！那个男主那个眼睛，好像后面失明了，是不是？他的妹妹怎么来着？忘记了。夏洛特感觉很久了。但是我还挺喜欢夏洛特啊！你们居然知道？这个番我好像没，我看一下。我就看英文我就看不出来，我必须看那个封面才知道。K 社3部曲，等等我看看啊，是这个吗？啊，这个画风我知道，哎，我知道催泪的。哎呀，哇塞，你们是真懂啊！哇，你们是真懂。空之境界吗？空之境界啊？空之境界我好像看一下，为什么这个空之境界的画风这么像那个 Excalibur 那个？他们是同一个制作公司啊，是世界。那怎么像那个？他们是同一个制作方做的吧 ？Excalibur， 其实我最开始了解是通过魔法少女伊利亚，然后去看那个，Excalibur， 金闪闪，是金闪闪，叫什么来着那个？哦，就是他，对，就是他，我就说画风很像，看了第一瞬间就想到了，我更喜欢伊利亚，甚至游戏里有两仪式这个角色。哇 ，Fate 的游戏我没有了解过。Fate 我了解 Fate 就是通过伊利亚了解的，后面我发现魔法少女伊利亚和 Fate 里面的伊利亚画的不一样，画的完全不一样，两个支线吧，应该是两个支线，只是在那个角色的基础上面延伸的。空之境界我是真没看过。不过以前的老番都很好看。
平行世界，是个番的名字吗？好可爱，谢谢。哇塞，为什么我2点钟了还有20个人？要补的好多是吧？对呀。费的只知道呆萌王。费的我最开始就是了解就是抖音给我发了个短信。盐业之庭，新海诚最早年那个盐业之庭，他们说是足控必看，我说足控必看什么东西？救大命啊！まさか，全是臭看动漫的，后面都聊动漫，全是臭。原来我的直播间这么多臭看动漫的啊！K 社还有这个东之曲我没了解过哎，搜一下，搜。雪之少女，你不看治愈奇才啊？凉宫春日确实好看，哦，它的画风是一样的啊，跟你讲很像，跟那个 C 开头的很像啊。我要看治愈番，我看治愈番看那个魔法少女小圆，魔法少女小圆是真的很治愈啊。被腾讯魔法收购了啊？被收购了吗？哇，你们了解的好多，现在好好睡觉。骚一个应援宅男才知道我根本不懂2次元，是个臭看动漫的。那个宅男是真的老宅男啊，可能是那边宅男看地友多一点。圆我的圆，魔法少女小圆我觉得很治愈。还有一个治愈番，我忘记了，很多治愈番我看了很多治愈番，但是可能没有大家看的多。我后期更倾向于看少女漫多一点点，因为我想让自己甜一点，因为我的生活已经很苦了，我就看一点甜甜的东西。他们知道的东西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对，是容易这样子。放下这游戏人生的曲子吧。好像好大的鱼啊，喊的那么轻，因为他们打 call 不一样啊。对，学院孤岛，对，好看，学院孤岛啊。看不下去，为什么看不下去？是不喜欢这个画风，还是不喜欢它的叙事 ？MI 什么？我看一下 MGO 看一下，搜一下呢。我得看一下那个封面。哦，这个我没看过，这是音乐番啊。这个我目前还没看过。不是少女漫画，是那种少女漫。哦，黄昏少女城市，我看过这个我看过，我操，好老了，我是很小学的时候看的这个番了，黄昏少女城市那个。伊藤计划3部曲有哪3部啊？哪3部啊？搜一下。更是重量级，全是2川高手啊！真的吗？我看一下，对，我就是看阿 B 上面就是很多人发这个，感觉这种音乐番很多人那个看一次哭一次。哦，那我不看了，哭一次看一次哭一次我看不了。有来历，好大的。人渣的本愿，你们看过人渣的本愿吗？哦，魔笛，小学看的，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小学看的吗？我靠，救命啊！居然有人说魔笛是被我小学同学入坑的。我小学同学说他说他出 cos， 他出魔笛。我说魔笛什么动漫？我看一下。我说你要出这个 cos 啊？被我同学带坑带进去的。魔笛确实还可以啊，以前那个番那个叙事感觉很不错。人家本院看到一点点有点胃痛就没看了，确实建议不要看啊。但是我看完了，我忍着胃痛看完了。我一个纯爱战士看完之后就大受震惊啊，那就别看了。没看过人家的本院建议不要看了。哦，我第二次去成都漫展出的 cos 就是人家的本院。狮子的帝国杀的器官，这个我没看过，这个确实没太了解过。魔女宅急便，宫崎骏的那个是不是？那个我看过。自称纯爱什么啊？我是真纯爱战士哦，对不起啊，我是真纯爱战士啊。我纯爱战士忍不了一点牛头人啊。我忍不了牛头人，但是人家的本文是看完了，胃痛啊。我是真纯爱啊，很多少女漫我是看完了，那种纯爱番我是必看啊。
天降之物呀！路人女主的养成计划，牛头人全杀了。我拒绝牛头人剧情啊！牛头人剧情都跳着看。哇！谢谢袁老师评兔兔啊！袁老师想看什么舞啊？哇塞，给大家跳一个啊！聊这么久，我们中场休息一下，看见我们子怡老师跳一个舞吧。袁老师有什么想看的舞吗？我们跳个动漫的曲子吧。我看一下啊。我动漫的曲子学的都是偶像番的曲子 ，AKB048或者是偶像宣言，你们应该没看过，这个太老了。袁老师有什么想看的舞蹈吗？巴啦啦小魔仙，自由发挥啊！自由发挥。那我找个动漫曲跳。我都忘了我动漫曲会哪些舞了。很多宅舞其实也是动漫曲。原力变身，啦啦啦能量。好，快睡吧，梅丽老师，2点半了，我也准备下播，跳个舞下播吧，跳跳舞，聊聊下播了。好吧，我一直以为自己纯度很那个。谢谢关注。以前我喜欢。算了一下，卡拉那一卡，你们应该没听过这首歌吧？听过这首歌没有？一个男生翻唱的《亚拉那一卡》。3点的话，叫你起来上厕所。亚拉那一卡，有人看过吗？听过这首歌吗？我关一下美颜啊。暴露出本来的样子了。好。亚拉那一卡，你们知道吗？给你们跳这个舞吧，从来没在直播间跳过。就跳这个亚拉那一卡，今天有点忘记了啊。深夜看子莹跳舞，跳亚拉那一卡，动作要做好。比网上好看。加个班。哎，等一下，谢谢布丁这个。やばいのよ助けてたい。从来没跳过这个舞。亚拉那一卡，值夜班辛苦了。那我们跳一个《话物语》之前的比较最火的曲子《恋爱循环》。我觉得《恋爱循环》有一点出圈了，确实是动漫主题曲里面最出圈的一首了。谢谢我们布丁子老师，给你跳个《恋爱循环》可以吗？把你脱了吧，感觉好肿啊！看见我真的是肿的一大盒在那乱扭，扭什么玩意儿不知道。能跳一下腰围啊？可以，当然可以连了。我以为你没有想到跳什么。当然可以，腰围那不手到擒来顺手的事儿啊，呼啦呼啦哩，呼啦呼啦来。
腾格尔百恋爱循环，笑死我。要讲叶呆呆。后面好乱，才发现。全曲，我还以为记不住这个全曲呢，没想到还能记着。我们 CC 袁老师啊，袁老师想看什么说吧。谢谢花木老师刚的棒棒糖没看见啊，谢谢啊，谢谢啊，谢谢啊。那个袁老师想看什么？金叶子老师，刚好比较喜欢这首歌哦。谢谢一击帝国，讨厌恋歌，讨厌恋歌全曲就是悬了。后面跳得很丑，看看桃源恋歌，跳 ，OK， 看能不能踢开啊这里。等一下啊，我觉得后面稍等一下啊，谢谢风一江。我觉得后面太乱了，我受不了啊！我这后面是我放东西堆杂物的地方。把这个椅子挡着就好了。还是能看见，无所谓了，就这样吧。重新来 ，OK。
指を絡ませて桃のしずく飲み干せばこのまま離れたくないどうか消えないでこの現状もう一つ始めば罪の味怖くないあなたとならば咲いた散りゆく言わされたこの恋心星は一つあなたの上に黒み果てるまで歌いましょう咚咚咚然后这个是即兴啊，这是指的就是这个地方我就是没有学啊，这个很难跳啊。染められて望みのままに口づけくらいじゃ足りないも愛に夜が終わるまで踊りましょう咲いて散りゆく言わされたこの恋心星は一つあなたの愛に黒み果てるまで歌いましょう共に捧げましょう很快啊！谢谢各位老师们，谢谢你们。哎，对不起啊，我应该问袁老师，有没有想点的，不好意思，袁老师。啊不行，必须点一个。点一个，你不点我今天不下锅。对，快点一个！哎呦，昨天我就直播了，这脸好大。谢谢袁老师拼兔兔，谢谢。我以后戴假发。最后2换1行吧。袁老师，你真是个贴心的人，真的是，爱你。那你选吧，最后一首这个也行，行，可以。袁老师你人真好。平时什么时候播呢？什么意思？直播吗？一般是晚上。我一般其实晚上播的话，可能要早一点，一般9点10点吧。然后今天是因为太晚了，回家太晚了。今天不着急，你想到就说。现在也要金贵，还不睡觉啊？哎，主要是今天聊动漫聊太嗨了，很久没有聊过动漫了。谢谢喵喵女皇，谢谢啊。聊动漫聊太嗨了，其实我感觉我还能聊很多，因为我感觉我以前看过真的很多，但是一瞬间想不起来。谢谢喵喵女皇，怎么都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呀？本来是说早睡的，触摸天空啊，触摸天空可以的，哇塞，触摸天空，袁老师也是，我才发现原来大家就是跟我看的都其实差不多，虽然大家看的风格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大部分大家还是都看过。我对它触摸天空，夜猫子，我觉得今天播的晚了一点点，等一会儿就准备下播啦。可能会忘记动作。我去睡了啊！快去睡吧，拜拜，晚安，小老叔叔。
我背对的先就这样吧，站着好看点。哎，放错了。声音放大一点。装载，然后在多年后拆开来，绽放出最绚烂的色彩，想把一缕精彩留下来，凝聚成一段节拍，用梦填满，然后在这一刻唱出来，幸好聚光灯下你还在，跟着我像双手触摸天空般跳起来，穿过夜空徜徉星海，跟着我会走过的路跳起来，驱散所有的阴霾，跟着我会付出的爱跳起来，别让期待中的乐章苍白，跟着我会走过的梦跳起来，这里有我期待的未来，这爱无可取代，坚持无需摇摆，梦想无限澎湃，这里是我最喜欢的舞台。把这一秒风采停下来，提醒我过去曾在，未来会来，多慷慨就会有多感慨，留在这青春无悔年代，想把人云的海拍下来，留住这煌煌时代，一束光彩，多年后期待你依然在这一座星光熠熠的舞台，跟着我像双手触摸天空般跳起来，就当一切无法重来，跟着我会走过的路跳起来，还有太多的期待，跟着我会付出的爱跳起来，尽情付出不要害怕苍白，跟着我会走过的梦跳起来，这里是我最喜欢的舞台，这爱无可取代，坚持无需摇摆，梦想无限澎湃，这里有我期待的未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耶，谢谢。我以为我会忘完，几个又复习了一遍，谢谢谢谢，感觉会，我以为我后面会记不得呢。然后我把这个把这个视频放在这旁边，我好像还记得一点。谢谢苍宇，还不睡觉。谢谢喵喵女皇，不好意思，谢谢喵喵女皇的亲吻，谢谢。对，我以为我会忘记，然后没想到啊，居然记得啊！嘿嘿嘿，嘿，哇塞，这么晚了还不睡觉吗？以后帮你复习一下。好啊，确实让我复习起来了，以后跳随舞都不会怕了，跳随舞都不会忘动作了。我也要准备下播了，晚安，喵喵女皇。大家也要早点休息，我也要准备下播了。我们下次直播的时候我们再聊，下次直播我找找。
然后我今天准备去补一下《碧蓝之海》。我这个时候去补《碧蓝之海》，我晚上还睡得了觉吗？我有点害怕。我一般是看那种番，好看的我会忍不住一口气给它看完。晚安。下次播应该今天还会播，应该还会再播的吧？应该很快的，很快的，肯定还会再播的。下次我们再聊，有缘我们再见。大家可以就是上粉丝灯牌啊，没上粉丝灯牌的可以上粉丝灯牌，因为上粉丝灯牌之后，下一次直播的时候会有提醒，好像听说上粉丝灯牌，下次就会有那个提醒。非得全靠缘分。如果下次我们有缘再遇到的话，我们再来聊。晚安，这么晚了，拜拜拜拜，大家晚安，拜拜，谢谢小七点赞，拜拜拜拜，晚上好，晚安啊，三通，早点休息啊，刷就刷到直播间了，应该是的，拜拜，拜拜，拜拜，大家晚安。